嗨，港仔来喽！今天带大家深度解析《弟弟》这部日本亲情电影，快来留言分享你的观后感吧。铁郎今年40多岁，年纪不小了，却还是个吊儿郎当的混混模样，喝酒赌博，惹是生非，样样精通。周围人一提起他，不是摇头就是叹气。一个大男人好好的不干，竟干些没谱的事。在大多数人眼里，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柴。可在银子眼里，他不是废柴，是弟弟，是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。虽然父母去世早，银子这个做姐姐的，早早就扛起了半个妈妈的角色。从照顾他的吃穿到替他收拾烂摊子，他都扛下来了。也许就是因为这份从小灌注的宠爱，才让铁郎逐渐变成了一个长不大的小孩，一个没担当、没底线、没分寸的大男孩。有时候，宠爱真的是一把双刃剑。姐夫的周年祭那天，铁郎又闯祸了。他喝醉后闹事，把整个法事搞得乱七八糟，亲戚们都被他气得脸发青。一个个恨不得马上把他赶出这个家。银子那天也忍无可忍，破天荒地对着弟弟大骂一通。骂完后，铁郎就像消失了一样，从此音讯全无。那些亲戚们表面装着遗憾，背后却一个比一个开心，总算清静了。而银子呢，虽然嘴上不说，心里却放不下。他是弟弟啊，再不成器，那也是他这辈子最亲的人。这几年，银子靠着打理一间药店，养活着一家老小。丈夫早在20年前过世，她没有再嫁，拉扯着女儿和年迈的婆婆，苦是苦了点，但日子也算过得安稳平和。女儿小春出落得亭亭玉立，不但懂事听话，还找了个门当户对的好婆家。眼看婚礼在即，银子又忙又激动，准备了满满一桌菜，想给女儿送行。晚饭那天，奶奶突然提起那个住大阪的舅舅。他会来参加婚礼吗？小春轻描淡写地说：“不会啊，联系不上他，电话打了好几次没打通。”奶奶这才松了口气，像卸了块石头似的，生怕那个惹事的铁郎再回来搅局。婚礼当天，小春穿着洁白婚纱，美得像画中人。银子看着眼眶都湿了，养了20多年的女儿，终于要出嫁了。那种喜悦夹杂着不舍的心情，外人怎么也体会不到。新娘在台上致辞，向妈妈深深鞠了一躬，感谢她这些年的含辛茹苦。连平日最严肃的大舅也红了眼，那是他第一次正面承认这个妹妹的不容易。可就在一切都准备妥当，婚礼顺利进行时，那个让人忐忑的名字终于出现了，野狼来了。他不是被邀请来的，也不是突然良心发现，而是前2天偶然从一个老乡口中听说了小春结婚的消息，于是翻遍东京的酒店，一路打听着，找到了这里。银子听到铁郎来了时，整个人都是懵的，他心里一下涌起无数复杂的情绪，惊喜，有点激动，但更多的是不安。大哥当即脸色一沉，冷冷地说：“他来干嘛？赶走他。”这话听起来太熟了，野狼到哪儿似乎都是多余的那一个。但铁郎看到银子，还是高高兴兴地喊了一句“姐”，他手里还提着礼物，一脸天真地说：“我可是专门跑来给小春祝福的。”银子犹豫了一下，终究没忍心把他赶出去。他拉着他进了会场，只是低声提醒：“别喝酒，坐着吃点就行。”一开始铁郎还挺乖，只喝冰红茶，坐那儿跟大家点头哈腰，还挺像回事儿的。可没过多久，一杯酒下肚，整个人立马就开始复原了。先是悄咪咪喝，接着就开始高谈阔论，最后直接冲上台，对着新郎发言：“你要是敢欺负小春，我一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”场面瞬间尴尬的一塌糊涂，新郎脸色黑得像锅底，一旁的宾客面面相觑，谁也没想到婚礼上会突然冒出这么个不速之客。可铁郎还没完，他喝得越来越多，说话越来越大声，还抢了话筒开始唱戏，一会儿说自己是江湖第一大侠，一会儿扮成话剧演员唱歌跳舞，仿佛自己是主角，把婚礼变成了个人演出。小春的婆家是有身份的人家，客人也多是社会名流，眼前这场面让他们一个个脸上挂不住。新郎当场黑脸猛吃，像是在用饭压怒火。小春更是羞愧难当，只想找个地方钻进去。他的婚礼彻底变成了笑柄，好不容易熬到致辞环节，铁郎却喝得站都站不稳，一个跟头把桌子掀翻了，杯盘狼藉，吓得客人四散尖叫，婚礼变得一塌糊涂。大哥气得当场宣布，从今以后我跟这个人断绝关系，就算他死在街头，我也不会多看一眼，以后别让他进我们家的祖坟。银子虽然满脸尴尬，但还是没说让铁郎滚，弟弟就是弟弟，就算再不像样，也舍不得下最后那一刀。第2天，铁郎酒醒，一脸茫然，他看到银子坐在客厅，知道自己闯了祸，便像个孩子一样低头不语。银子冷冷地说：“你毁了小春的婚礼，我们去给亲家赔礼道歉，人家把我们骂得狗血淋头，说从没见过这种亲戚。”铁郎低下头，用脑袋磕着柜子，嘴里念叨着对不起，眼圈都红了。银子叹了口气，问他现在靠什么生活。铁郎说自己其实很喜欢演戏，但那行挣不了钱，现在靠摆摊卖章鱼烧糊口，虽苦点儿，但也算脚踏实地了。听到这，银子多少有些安慰，起码他开始试着自己养活自己了。不经意间，银子听说铁郎有了心上人，顿时开心起来，劝他赶紧结婚生子，好好过日子。可铁郎却摇摇头，一脸悲观地说：“
我这种人注定当不了爹，我的孩子也不会幸福。银子听了这话，眼圈又红了，他恨不得抓住弟弟肩膀大喊，哪怕你不幸福，也得努力让孩子幸福啊，这才是做父母的担当。他什么都没说，只默默塞给他车票钱。临走时，铁郎一边接过钱，一边嘟囔，等我发财了，一定连本带息还给你。银子没接这句，只是说活着，好好活着。但铁郎走了，留下的风波却让小春承受了后果。那年秋天，天高气爽，叶落成堆，可小春却拖着沉重的行李，迎着冷风，踏上了回娘家的路。这本该是新婚小两口最甜蜜的日子，可现实却远没有童话般美好。原来婚礼上的荒唐闹剧让小春的婆家耿耿于怀，他们开始对这个新媳妇儿产生了成见，尤其是新郎右介，一个规规矩矩、生活死板的男人。他表面上不说什么，可私下里对小春的态度早已变了味儿。他们开始争吵，开始冷战，沟通变得越来越少，甚至到了连最基本的交流都靠发邮件解决的地步。更离谱的是，小春想学开车，居然还得回娘家拿钱。一个家的温度仿佛一下子全被抽走，只剩下冷冰冰的礼数和算计。小春委屈，却又说不出话。直到那天，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药店门口，阿亨，小镇的修理工，一身工装，笑容灿烂。他们早就认识，说不上多深的交情，却总能聊上几句。阿亨踏实稳重，还有点憨厚，对小春的情绪十分敏感。他没多问，只是默默地修着门，听他说话，像是突然给这沉闷的生活注入了一丝清风。与此同时，银子也看不下去了，他主动跑到医院去找女婿右介，好言相劝说：“你们小两口好歹多聊聊天，婚姻不是只靠责任撑着的。”可右介只是叹气说：“我工作太忙了，根本没空顾家。”他说要倾诉，可我不懂他到底想倾诉什么。这番话把银子伤透了，他突然意识到，女儿这段婚姻也许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。不久之后，小春和右介离了婚。离婚后的他反而活得自在了许多。他陪着母亲打理药店，偶尔和阿亨见面，喝杯茶，聊聊天。夏天到了，他穿着素色长裙，笑容轻昵，整个人像换了一个人。就在日子似乎开始步入正轨时，一场风波又突如其来地打破了平静。一个女人气势汹汹地闯进药店，拿出一张欠条，说铁郎欠了她130万日元，如今人不见了，只好上门找姐姐。银子一下子愣住了，原来铁郎和这女人相识后过了段像样的日子，可那钱是借来的，拿来挥霍后没多久就所剩无几。他不死心，又去赌钱，想着能翻盘，结果把最后的底裤也输掉了。女人气不过，这才找上门来。银子一言不发，拿了欠条，转身就去了银行，取出全部积蓄，曾整130万。他没有迟疑，也没有质问，就像小时候弟弟惹了祸，他替他顶罪一样，仿佛这是他与生俱来的职责。只要弟弟还在，他就必须收拾他的烂摊子。不久之后，铁郎真的回来了，一进门脸色苍白，还拎着一盒冰淇淋当见面礼。他刚踏进门，就察觉到了气氛不对，那女的来过了，是不是？他试探着问。银子沉默着没理他。小春忍无可忍，你太过分了，妈妈把扩建药店的钱都拿去给你还债了，你不觉得应该道个歉吗？铁郎怔了一下，满脸震惊，他低声说：“真的假的？他拿了所有的钱？”银子淡淡的说：“我就当是把钱丢进了海里。”铁郎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他开始咒骂那个女人，她脑子有病，她是个疯子，你们竟然信她。银子听不下去了，直接一个耳光甩了过去。一个愿意把全部身家交给你的人，你不仅不感恩，还说他是疯子，你到底有没有心？铁郎愣在原地，像是被打醒了，可他没有道歉，反而开始怨天尤人。你们都这么看我，你们生来就有福，当然不懂我有多惨，我这样的人从来就没人理解。小春冷冷地说：“舅舅，从今天起我们断绝关系，你走吧。”铁郎急了，哽咽着说：“你不能这样，你的名字是我起的。”小春翻了个白眼，又不是我叫你起的，我一直觉得这个名字老土的不行。这句话像刀一样戳进铁郎的心口。他这辈子一事无成，唯一能拿出来炫耀的就是这个漂亮外甥女的名字是他取的。现在这点荣耀也被踩在脚下，他终于彻底崩溃了。行，断就断，你们这些有福气的人当然不懂我们这种烂人活得有多苦。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从那天起，音讯全无。银子嘴上没说，但他知道弟弟这回是真的出事了。果不其然，没多久，小春接到了来自大阪警察的电话。原来那天银子看弟弟脸色发白，咳嗽不停，担心他有病，便悄悄报了警，留下联系方式。铁郎果然病了，菜喉癌已经扩散到肺和肝，他在街头晕倒，被送进医院，可因为没人接收，最终被安置在一处叫绿荫之家的民间收容机构。这个地方收容的全是无家可归、没钱治病的晚期患者。当银子赶到绿荫之家，想要见弟弟一面时，铁郎却拒绝了，不是因为不想见他，而是因为没脸见他。
他不想让姐姐看到他如今这副模样。银子却推门而入，看着病床上的铁郎，那曾经放浪不羁的男人，如今消瘦得不成人形。他没有哭，也没有质问，只是淡淡的说：“回去吧，别说小春的事，你也还有机会活下去。”铁郎咬着牙，嘴硬的回了句：“你回去吧。”就跟他说，那个大阪舅舅已经死在通天阁下了。银子没再说话，转身离开，却不是离开大阪，而是去了铁郎租住的小屋。那是个狭小昏暗的空间，几乎没什么家具，却养了很多小雀鸟。角落里有他用纸折的花朵做的小窝，还有姐姐喜欢的事物。他嘴上说着不在乎，可心里一直挂念着这个世界上唯一对他好的人。银子从铁郎那狭小的小屋出来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屋里那些麻雀纸花，还有他精心折的小窝，虽然粗糙，却透露出一种隐秘的柔情。那是铁郎为数不多，也许是唯一的温柔方式。他没有说我爱你，但他用这些小心思默默守着一个人的喜好，那个人是姐姐。他忽然明白，无论他有多不成器，他心里一直记着家，记着他。绿云之家里有位医生，长得特别像银子的已故丈夫。每次医生来看他，铁郎都会讲起那件光辉事迹，当年为外甥女取名的事，那是他心里唯一件能引以为傲的往事。医生听他说了3遍，可铁郎每次说时，眼里还是会亮，仿佛这点微小的荣耀就能照亮他整段灰暗的人生。第二天一早，银子又去了绿荫之家，打算亲自照顾弟弟。此时的铁郎已经不能吞咽，只能靠腹部开孔输送营养。他骗银子说口渴，其实是想在吊瓶里偷偷灌点酒。他那副馋酒的德性还没改，可银子没有发火，只是摇头轻叹。灌了点酒后，铁郎像孩子一样脸红耳赤，竟然开心地唱起了歌。也许只有在醉意朦胧的时候，他才感觉自己不再是社会边角料，而是个有存在感、有声音的人。他一边唱着，一边问银子：“小春，现在怎么样？听说外甥女已经和那个修理工阿亨交往，稳固感情不错。”铁郎咧开嘴笑了，他说：“这次他结婚，我一定要唱一曲结婚进行曲，不过不喝酒了。”他憧憬地笑着，可笑容里多了点苦涩。银子试探着问他要不要回东京，他好安排家里的病房给他住。但铁郎摇头了，他说自己不想死在熟人家里，更不想给家里添麻烦。绿人之家挺好，安安静静，还有人说话。我梦到过死期了，他说，在4月7日樱花开得正盛的时候。银子听着没说话，只是心里一起，这个日子说不定真成了他的归期。他开始频繁探望他，也从绿云之家的院长和志愿者那得知，铁郎虽然顽劣，但在这里从未惹过事。他会跟志愿者讲笑话，会教新来的病友唱歌，还会偷偷把自己不多的酒省下来，分给心情差的病友解闷。银子忽然意识到，铁郎这个烂人其实也有让人爱的一面，他也想做好人，只是活得太辛苦。另一边，小春和阿亨的感情日渐稳定，他笑容明朗了许多，眼神不再阴郁。银子看在眼里，满心欢喜。他悄悄为女儿的新生活筹备起第2场婚礼。4月悄悄来了，樱花如期盛放，可一通电话让一切按下了暂停键。绿云之家打来电话，说铁郎病危了，情况随时会恶化。银子放下电话，立即动身去大阪。路上，他在小吃摊点了一碗热腾腾的乌冬面，那是铁郎最爱吃的面。他知道他吃不下，只是想让他闻闻那个味道，就像小时候他哄他一样。到了病房，铁郎气若游丝，银子轻轻用筷子挑起面条喂他，他尝了一点，嘴角露出一丝满足的笑。姐，你今晚能不能留下？银子点了点头，随后从包里拿出一条粉红色的丝带，悄悄系在他和自己的手腕上。你只要轻轻一拉，我就知道你醒着。这一夜，铁郎终于可以安心的睡一觉。他闭着眼，握着丝带的手像是孩子握着妈妈的衣角，哪怕只是片刻，他也想抓住这世上最后一点温暖。远在东京，小春得知舅舅病危，也焦急不安。他问阿亨：“我是不是该去看看他？”阿亨没有多说，立刻起身：“我现在开车送你去。”夜雨如注，车灯划破湿漉漉的街道，两人冒着风雨赶往大阪。半夜时分，银子突然感觉到手腕微微一动，他猛地睁开眼，只听见铁郎痛苦的呻吟声。他立刻叫来医护人员，院长急忙为他戴上氧气罩，铁郎才缓了过来。他睁开眼，嘴唇动了动，却说不出话。这时，小春也刚好赶到病房，他红着眼走到床前，低声说：“舅舅，是我，你起名的小春。”铁郎看着他，眼里涌出泪水，他勉强抬起手，缓缓比了个 V 字，那是他最后的倔强与骄傲。他没有留下什么财富，没有成功，没有体面的人生，但他有一个叫小春的外甥女，是他亲自起名的人。院长拿出手机，悄悄拍下了这温柔的一刻。太好了，他最爱的姐姐和外甥女都在身边。几个月过去，又是1年盛夏，家里又一次张罗起婚礼，主角换成了小春和阿亨。屋里欢声笑语，3代女人围着饭桌准备婚宴，仿佛一切回到最初。奶奶坐在轮椅上，突然又问起了铁郎：“你那个大阪的弟弟，他会来参加婚礼吗？”银子轻轻一愣，背过身去擦了把眼泪：“他不会来，
我没请他。奶奶失望地说：“是吗？其实我现在开始有点可怜他了，他总是一个人，怪可怜的。不让他喝酒就行了，叫他来吧。”银子没再说话，只是望着窗外。风吹过窗纱，阳光洒在木地板上。那一刻，他仿佛看到铁郎穿着破旧的西装，提着酒瓶，大摇大摆走进来，一脸憨笑地喊：“姐，我来啦！”可他知道，那个惹祸精，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，这辈子再也不会来捣乱了。这就是电影《弟弟》的全部内容。导演山田洋次用最温柔的镜头讲了一个废柴弟弟和万能姐姐的故事。他没有刻意煽情，也没有拔高人性，只是静静地告诉我们，即便是最不成器的人，这辈子也应该被温柔以待一次。再烂的人也应该得到一朵小红花，哪怕只是一瞬间的认同，一次不被嫌弃的拥抱。我们身边或许也有铁郎这样的人，不争气，不讨喜，甚至一身毛病，但他是家人，是血脉里无法斩断的牵挂。有时候我们不理解，不原谅，不接纳，但某个深夜想到他的孤独，又忍不住心软。就像银子说的，即使你自己觉得不幸福，也要努力让孩子幸福。为人父母不过如此。喜欢这部电影，也欢迎你在评论区说说你有没有铁郎式的亲人，你又是银子还是小春？别忘了点赞关注港仔，下期我们继续聊港风港影，讲那些藏在人心里的温柔。我们下期见。